沈朝辞与我自幼不和，我嫌他冷酷无趣，他嫌我聒噪烦人。后来父皇大手一挥，将我赐婚于他。新婚夜，他板着张脸，挑起我的红盖头，夫人，该就寝了。我两手一摊，拒绝圆房。沈将军，我知道你有心上人，娶我不过是碍于皇命。正巧，我也不是很想嫁你。沈朝辞神色未变，他抚摸着我的发尾，语气平淡，那你想嫁谁？丞相府那个弱不禁风的宋三郎。说话间，他将我禁锢在身下，哑声道，既已成婚，沈某日后便是你的人，求公主疼我。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屋内烛火摇曳，光影交错，大红盖头遮住了我的视线。余光中，我瞥见来人身着大红色婚服，他步伐沉稳，不一会儿便来到我面前。我犹豫着开口，沈将军。来人冷淡地应了一声，随即挑起我的红盖头。沈朝辞面色微红，身上的酒味扑面而来。他将桌上的合卺酒递给我，夫人，该喝酒了。我们例行公事般将手中的合卺酒一饮而尽。沈朝辞将外衣褪下，挂在一旁，他眸光晦暗，朝我步步逼近，夫人，该就寝了。眼见他将手放在我的腰间，我连忙阻止了他的下一步行为。沈朝辞，我知道你有心上人，娶我不过是碍于皇命。正巧，我也不是很想嫁给你。沈朝辞神色未变，他那双带有薄茧的手玩弄着我的头发，语气平淡，那你想嫁谁？丞相府那个弱不禁风的宋三郎。说话间，他将我禁锢在身下，附耳哑声道，既已成婚，沈某日后便是你的人。从前六公主与宋三郎之间的往事，从今夜起便烟消云散吧。他话音一顿，抬头与我对视，他眸光中情意汹涌，声音微颤，还望嘉柔日后好好疼我。说话间，他握住我的手步步探去，越发下意。滚烫的肌肤令我羞红了脸，迅速将手收回。沈朝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剩余的话被尽数吞回腹中，只剩些破碎不成调的尾音和惊呼声。沈朝辞吻得又凶又狠，像是在发泄着怒火。唇齿相依间，我感到有些疼痛，推搡着他。沈朝辞，你弄疼我了。口中传来血腥味，想来是被磕破了嘴角。我皱着眉瞥了他一眼，却见他无措地望着我。嘉柔，我不是故意的。我将床上的被子扔向他，语气不悦，今晚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各站一边，不许过界。沈朝辞神色一变，他低垂着脑袋，脸下眼底的落寞。良久过后，他那低沉沙哑的声音响起，所以你如今是要为了宋青叶守身如玉是吗？他阴沉着脸，翻身下床，披上外衣行至门前。我连忙下床拉住了他，去哪？你今日若出了这扇门，明日我俩的事便会传到宫中。若父皇得知我俩没有圆房，岂不成了抗旨不从？说到后面，我的声音逐渐变小，越发心虚。说到底，沈朝辞也是为了家族才会遵从圣旨与我成婚。毕竟京中尽人皆知，沈朝辞自幼时起便爱慕我那端庄贤淑的四皇姐，我与沈朝辞不过是同病相怜的可怜人罢了。想到这里，我难得将语气放软，沈朝辞，同房之事日后再算，今夜我们便各站一边入睡，可好？沈朝辞眼底狡黠一闪而过，他握住我的手，语气平淡，夫人多虑了，我一向不会强迫他人做其不愿意之事，方才我只是太热，起身吹吹风，冷静一下罢了。沈朝辞吹灭烛火，同我合衣而眠。今日实在疲惫，我很快便睡了过去。再醒来时，我发现我整个人如同八爪鱼般紧紧缠绕着沈朝辞的身体，右手还不安分地放在他的腹部，指尖传来他滚烫的体温。我幼时便有嬷嬷说过我睡姿不雅，但也着实未曾试过如此情况。我惊得羞红了脸，打算悄无声息将身体挪回。头顶传来一道清冷声响，嘉柔，醒了。我羞红了脸，不去看他，故作冷静应了句，好在沈朝辞没有提及我的睡姿问题，他没有传唤下人，而是自行下床挑选着衣物。他背对着我，
红衫褪下时，我见他背部布满新旧交替的疤痕，有刀疤，有剑伤，也有利刃痕迹，看得我触目惊心，眼眶微红。我与沈朝慈幼时虽有不和，但也算是青梅竹马长大。如今看他满身是伤，也是着实感到心疼。沈朝慈余光瞥见我，他一时有些慌乱，忙问：吓到你了？我摇了摇头，怎么弄得满身是伤？沈朝慈眸光微闪，他犹豫着开口：原本没有这么多伤的，是前些时日忙着立下战功，回京见某人，一时急功近利，方才中了奸计，万幸大胜归朝，心愿实现。我愣了愣，原来是急着见四皇姐啊，可惜了，两人终究是有缘无分。我思索许久，试图安慰沈朝慈，他若知晓你为了他如此努力，定是会很开心的。哪怕你们之间也许有缘无分，但他会懂你的心意的。沈朝慈看着我的眼神有些复杂，他欲言又止，最后化作一句：他得知后看起来有些无动于衷呢。我挠头沉思着，四皇姐一向端庄，注重言谈举止，想来是早已知晓父皇赐婚我与沈朝慈二人，因此不好作何表示吧。想到这里，我看向沈朝慈的眼神多了几分同情。时辰不早了，我换了碧桃进来替我梳洗。宫中的王嬷嬷跟在她身后也一并进来了。王嬷嬷先是向我和沈朝慈行礼，随后便直奔床榻。见到白帕上的那抹暗红后，她眉眼弯弯，随即恭贺着：老奴在此祝愿六公主和驸马琴瑟和鸣，百年好合。王嬷嬷拿了赏钱和帕子，兴冲冲地进宫复命。我瞥见沈朝慈将左手藏于袖中，心中了然，将他一把拽了过来，并嘱咐碧桃拿来伤药，将伤药细细涂抹在他左手的刀伤上。我有些心疼，开口问他：疼吗？沈朝慈离我很近，他语气温柔，目光眷恋，有嘉柔替我上药，就算是再疼，也是能忍受的。我闻言抬头与他四目相对，他的眼神灼热无比，我脸颊一红，又将头低了下来。我印象中的沈朝慈一向沉默寡言，生冷无趣，今日这嘴怎么跟抹了蜜糖似的，怪会哄人。脑海中瞬间又浮现出昨晚他泪眼朦胧看着我，压低嗓音唤着：还望嘉柔日后疼我。嘉柔是我的小字，一贯只有亲密之人才会如此唤我。脸颊越发滚烫，我连忙将他推开，寻了个借口：四皇姐过些时日便是生辰，不若我们一会儿上街给她挑选生辰礼。好。沈朝慈点了点头，将我的手捧在他手心里。冬日里，我的手一贯冰冷渗人，如今被他温热的双手捂住，倒也有了几分温度。我眨了眨眼睛：沈朝慈，你不用对我这么好的。沈朝慈闻言一愣，他攥紧我的手，咬字清晰：嘉柔，如今我们成婚了，我对你好是应该的，你无需同我如此客气。我闻言一愣，敛下眼底的情绪，心中却是莫名泛酸。原来沈朝慈对我的好，是因为我同他有着婚约。倘若同他成婚的不是我，而是四皇姐，恐怕他会更加上心和呵护吧。婚后，我与沈朝慈日子虽平淡，但也还算融洽，未曾有过争吵。只是同房一事，自那日后，沈朝慈便未再提过，而我脸皮薄，也不好主动开口。现下正值四皇姐生辰，她在府中设宴，广邀众人。京城下了一夜的雪，出门前，沈朝慈替我将外袍系紧。京城昨夜雪大，积雪颇深，嘉柔若是觉得冷，便同我说声。我挽上她的臂弯，朝她微笑着：好。踏入四皇姐的公主府，便见四皇姐一袭浅色长衫，外加厚实的狐貂，气质越发端庄沉稳。见到我来，四皇姐连忙迎了上来，笑着打趣我：数月未见，嘉柔如今倒是出落得越发娇艳。还是要多谢沈将军替我将嘉柔照顾得如此之好。说起来，你们的婚事能成，还是要靠……四皇姐话说一半，便见沈朝慈神情怪异，两人眉目传情，剩余的半句话被四皇姐吞回了腹中。我连忙将备好的贺礼送上，然后匆匆落座。望着四皇姐与沈朝慈寒暄的身影，我心中越发不是滋味，内心盘算着，日后若是有机会，定是要同沈朝慈和离，让他们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心中酸胀，
我默默将眼前的美酒一饮而尽。耳边忽然传来一道温柔的声音：“六公主。”我闻言望去，来人果的严氏，是宋青叶。她眉眼温和，言语关切：“六公主可是有心事？不妨同宋某说说，也许能开解一二。”幼时我曾于冬日坠于湖中，是宋青叶救了我。然冬日湖水冻人，宋青叶本就体弱，自那日后便越发畏寒。每至冬日，便先少出门，若是出门，也必定带着汤婆子。眼见他两手空空，我关切地询问：“宋三郎今日可是忘带汤婆子？不妨先用我的吧。”我将手中的汤婆子递给了他，并邀他与我同坐一处。毕竟我这可是有四皇姐特意为我备下的暖炉。宋青叶稍作迟疑，便接过汤婆子，莞尔一笑：“那便听六公主的。”自成婚后，事务繁忙，我还未曾与宋青叶见过。今日得见，难免多了几分欢喜，想着烈酒也能驱寒，便同宋青叶多喝了几杯。正喝得起兴，手中酒杯却突然被人夺走，来人脸色阴沉，眸光清冷渗人。“嘉柔，过来。”沈朝慈压低了嗓音，他眼尾隐约可见怒意。我眉头一皱，我都没有管他同四皇姐之间如何眉来眼去。如今我不过同宋青叶多喝了几杯酒，就如此摆脸色给我看。想到这里，心中莫名有股气，我冷着脸不理他。“嘉柔，听话，别闹。”许是见我无动于衷，他将目光落在了宋青叶身上。“宋三郎，沈某有事想与你探讨一二，可否一步？”宋青叶闻言一笑，他起身客套：“既是沈将军开口邀约，三郎定是要去的。”我扯了扯宋青叶的衣袖：“不去。”宋青叶身形一顿，他将汤婆子放回我手中，轻声说着：“六公主莫要担心，三郎去便回。”沈朝慈脸色越发阴沉，他将脸转向一边，不愿看我。两人离开后，我心中越发不安，实在是担忧，便寻了个借口离席。四处向下人打探，总算是寻到了二人。庭院中，两人貌似起了争执，神色皆是不悦。我连忙上前想要阻止二人，却被他们接下来的对话怔住了。沈朝慈眉眼不悦，他暗自嘲讽着：“宋三郎这寒疾装的可真久，莫不是想借此让嘉柔心生愧疚，好让你乘虚而入？”宋青叶闻言冷着张脸，他难得动怒，语气不善：“倒也比不得沈将军横刀夺爱，实非君子所为。若非那日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凭借战功硬逼着陛下替你与六公主赐婚，如今与六公主同站一处的人，本该是我。真算起来，沈将军才是那个乘虚而入之人吧？”沈朝慈闻言一笑，挑眉反问：“那又如何？当初求取嘉柔的战功，是我在西北征战5年，历经多次生死换来的。我与嘉柔的婚事，是我自己争来的，与你何干？”宋青叶闻言冷笑着：“那倘若有一日，六公主知晓是你主动求娶的她，她又会如何待你？”沈朝慈，你莫忘了，六公主一向最讨厌被人欺骗。沈朝慈神色一顿，眸光清幽，他沉思着。就在这时，身后忽然有人朝我行礼。六，庭院中的两人听到动静，他们齐声发问：“谁？”我连忙捂住那婢女的嘴，慌乱间想要逃跑，却被沈朝慈追上，他神色慌张，将我抵在墙角。“嘉柔，我回去给你解释，我真的没想过骗你，你信我。”他像怕我离开，攥着我的手臂有些用力。我皱着眉，将他的手拿开。“沈朝慈，你弄疼我了。”沈朝慈眼底慌乱浮现，他伸手试图牵我。宋青叶上前一步，将我俩隔开，他温柔说着：“四公主的寿宴想来是已经开始了，我们不妨先入座。”回到宴席上，四皇姐见我们三人之间气氛怪异，她将我唤了过去，小声问着：“来时不是好好的吗？今儿个怎么脸都黑了？”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沈朝慈脸色阴沉，望着我的眼神充满委屈和无助。宋青叶则是温润如玉，满眼温柔与我对视。我将视线收回，摇了摇头：“四皇姐，你多虑了。”回到座位后，下方的宋青叶忽然轻咳2声。我闻声望去，见她唇色有些发白，想来是冻着了。我连忙让四皇姐将她的座位换到我的身侧，
然后将我的汤婆子递给了他。宋清叶这次没有接，他抿着唇言语斟酌，劳六公主挂念。三郎虽身有寒疾，但如今还是能熬得住的。见我望着他，他稍停顿，犹豫说着，实在不是三郎不愿接，而是不能接，省得被某人看去，又给三郎扣上装病的罪名。三郎这可实在是担待不起。他说话间身子轻微抖动，我连忙将汤婆子硬塞进他怀中。本公主给你的，你就拿着，哪管旁人如何去说。宋清叶闻言浑身一松，他如沐春风般笑着，那三郎便多谢六公主的关心。沈朝慈像是听到什么好笑的事情，他那双漂亮的桃花眼微眯着，眼尾的冷意渗人，说话间带着3分嘲讽。宋三郎这口才，不在朝堂舌战群儒，倒真是可惜了。我刚想接话，却听见耳边突然传来砰的一声，精致的琉璃盏酒杯被沈朝慈捏碎在手，碎片刺入他的掌心，鲜血顺着碎片滴落在雪白的地上，像冬日里绽放的寒梅。沈朝慈好似感受不到疼痛一般，他直勾勾盯着我看，语气淡淡：“公主以为呢？”我正在思考着该如何接话，沈朝慈许是久未得到我的答复，他转而冷笑着。他站起身，向四皇姐辞行，扰了四公主寿宴。是沈某的不是，改日必登门赔礼道歉。如今沈某有要事在身，先行告辞。他起身时看了我一眼，说话有些阴阳怪气。既然家柔欢喜，那沈某就不在这打扰你的兴致了。先行一步，告辞。我本想追问他出了何事，不料他走的实在是快极了，不一会儿便不见踪影。心中莫名有些烦躁，脑海中被他那失望的眼神和受伤的右手占据，我有些魂不守舍，兴致缺缺。宴会一结束，便急忙同四皇姐辞行。临走时，四皇姐拉住我的手，她说：“虽不知你们两人因何事生了嫌隙，但听皇姐一句，我瞧着沈将军待你极为上心，不妨回府同他说开，看看是否有什么误解。”我默默点头，沈朝慈待我的好，确实不似作假。往日我以为是因为父皇亲自赐婚的缘故，可如今得知是沈朝慈亲自求娶的我，一时间不免多想了几分，之前怕是误解他了。自成婚后，沈朝慈处处都在让着我，迁就我。他知晓我喜爱秋千，成婚后便亲自弄来了藤蔓，花了数天时间给我在府上弄了一架极漂亮的秋千。往常到了冬日，我的手脚便如同冰雪一般寒冷刺骨，若恰好来了月事，那段时日我定是要被好好折腾一番。但自从同沈朝慈成婚后，他便亲自替我熬煮中药，为我研究秘方泡脚，身子渐暖，少了许多折磨。想到他手上的伤，我连忙开口找四皇姐讨要了极好的伤药，想着一会儿回了自己府上，便要去替沈朝慈上药。但当我回到府中时，却没看见沈朝慈的身影。就在这时，碧桃端来一碗汤药，他给我递来蜜饯。公主，驸马临走前嘱咐奴婢，待您一回来，便要让你服下这碗汤药。蜜饯也是驸马给您备好的。我接过那碗汤药，还是热的，想来沈朝慈刚走，他可曾说去了何处？碧桃摇了摇头，奴婢不知。我抿唇喝着苦涩的汤药，心中却感到有些温暖。这碗汤药的秘方是沈朝慈在西北时特意找当地人要的，说是对女子极好，能驱寒暖身。我在府中左等右等，没有等回沈朝慈，却等到了他的副将。副将行色匆匆，一见我便跪在地上声泪俱下，求公主救我家将军。听得我心中慌乱，连忙同他一起赶去了将军府。刚到将军府，便听见沈老将军的怒骂声传来：“逆子！今日在四公主宴会上如此肆意妄为，同六公主置气，你是想让将军府同你一起受罪吗？既同六公主成婚，便该依六公主意。他若喜欢那宋家三子，你便由着他去。同那小子争风吃醋，说出去岂不让京中人笑话沈家善妒？往常我都是如何教导你的？你的争你的抢，该表现在战场上。我沈家子弟，向来只有在战场拼个你死我活，哪有在宴会上拈酸吃醋的？今日不打你两下，你是不长记性。”我连忙提起裙摆冲了进去。且慢！
耳边传来长鞭挥舞时的疾驰风声，啪的一声，狠狠地落在沈朝慈身上。沈朝慈裸露在外面的肌肤瞬间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与雪花混杂在一处。沈朝慈面色有些发青，他望见我，眼眶通红，将头扭过，一边冲着沈老将军叫喊：“您今儿个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让嘉柔与那宋家三郎有半点可能。”沈老将军气得老脸通红，他先是朝我仓促行礼，随即再次挥起手中长鞭：“沈老将军，别打了，打坏了，本公主可就没驸马了。”我这句话一出，沈老将军迅速将长鞭收回，朝我说道：“今日让六公主笑话了，还请六公主莫要怪罪我这小儿。”我无暇顾及他，当下便去查看沈朝慈的伤势。谁知我刚一靠近，沈朝慈忽然吐出一口鲜血，而后晕了过去。沈朝慈被抬回房中，我心慌极了。府中太医来探望过后，说是重伤未愈，又添新伤，日后怕是要好生养着，否则容易落下病根。看着太医小心翼翼清理着沈朝慈手上的琉璃盏碎片，还有腰背部的鞭伤，我心疼地将头转向一边，不忍继续看下去。床头忽然传来轻咳声，我连忙上前一步查看。沈朝慈略显虚弱，他神色疲惫，眼神委屈地望着我，试探性喊着：“嘉柔。”这个时候我也顾不上他欺骗我的事了，连忙上前握住他另外一只无碍的手，温柔说着：“我在，你安心养伤，其余的以后再说。”他眼底的雀跃一闪而过，如同孩童般乖巧地点了点头，都听嘉柔的。我本想将沈朝慈接回我的府邸安心养伤，但太医说沈朝慈伤的较重，不宜搬动。我索性在将军府住了下来，一同照看沈朝慈。有了太医的及时救治和药物的精心调养，沈朝慈的身子也渐渐好了起来。眼见他身子骨好了大半，我忍不住问他：“你那日为何那般？”沈朝慈垂下眼眸，他的声音委屈极了：“你心中没有我。”我忽然起了兴致，故意反问他：“何以见得？”沈朝慈坐在床边，他伸手试探性地扯着我的衣裙，眸中雾气腾腾。“那日，你将我为你备下的汤婆子给了那宋三郎。”我听后哭笑不得，却还是耐着性子哄他：“三郎他又是曾因救我，落下了寒疾。他那日冷的身子都开始有些发冷了，我总不能置救命恩人于不顾吧。”沈朝慈闷哼两声，小声嘀咕着：“他有个鬼寒疾，一切不过是吸引你的一些小心思罢了。那日我可是亲眼见他悄无声息便从雪地里挖了一大块的积雪塞入怀中。他不发冷，谁发冷？”我闻言震惊不解，连忙追问他：“你说大声点。”我没有听清。他朝我翻了个白眼，果断躺回床上，一把扯过被子盖过头。被子里传来他委屈又气愤的声音：“既然你心中无我，那便劳请六公主回你的公主府吧，改日修书一封，托人送到将军府即可。待沈某伤势一好，便回那西北做那驰骋沙场的大将军。反正公主也不想管我的死活，不如我们就此别过吧。”他的语气越发生硬，余光却在偷偷观察着我。我闻言勾唇轻笑，故作惋惜：“既如此，那本公主只好先行回府。改日沈将军出征，可托人告知一声。虽不能陪沈将军一同感受西北风光，但京中相送还是可以做到的。”我故意走得极快，开门时极其用力，木门嘎吱声一响，身后有一阵冷风刮过，紧接着便有一双手环在我的腰间。我转过身看去，便见沈朝慈跪在我面前，他满脸通红，眼眶中有眼泪在打转。他垂下脑袋：“嘉柔，我只是想你哄哄我。”我将他的手指一根根掰开，冷笑着：“哟，沈将军这伤好的还挺快，这才多久啊，便能下地正常行走？”沈朝慈身子一僵，他委屈地将头埋在我的裙边，小声说着：“你不是早知道这是我使的苦肉计吗？”我俯身看着他：“怎么，不继续装病了？”沈朝慈不接话，他从地上站了起来，将脑袋放在我肩膀上磨蹭着。良久过后，他弱弱说道：“嘉柔，我错了。”我冷着脸不理他，心里的气早已消了大半。当初沈朝慈被打时，我就感到有些怪异。沈老将军的脾气倔极了，
父皇曾说过，当年两人西征时，沈老将军一旦有了主意，绝不是轻易叫停之人。那日我刚到将军府，一喊停手，沈老将军那鞭子收得快极了，还险些打伤他自己。如此怪异的行为，不就是生怕鞭子收晚了，便要落到沈朝辞身上？而副将当初若是没有沈朝辞的指令，自是不会擅自闯入公主府找我求助。种种迹象都表明，这是他们精心设下的苦肉计，只是当时我心切则乱，没有来得及留意这些纰漏。直到留在将军府照看沈朝辞时，方才得了空细细琢磨，从而恍然大悟。纵然知晓沈朝辞此举并无恶意，但不给他点教训，怕是日后又会给我下套。思虑至此，我决定要晚点再原谅他。那日我果断离开将军府，听闻沈朝辞萎靡了许久，我不去看他，他也不来向我低头。京中皆在传我们夫妻二人心生嫌隙，感情不和，恐要和离。就连父皇也听到些闲言碎语，也连忙传唤我去宫中深聊。出宫时，我碰巧在路上遇见宋青叶，她满脸愧疚，都怪三郎，竟令六公主同驸马起了争执。三郎惭愧不已，不若什么？身后传来一道冷哼之声，来人是许久未见的沈朝辞。他身披墨色外袍，快步朝我走来，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幽怨。他将腰板挺直，本就高大的他更显得健壮，武将的气场压迫着宋青叶。宋青叶见之未有半分退意，他抿唇勾笑：“沈将军，三郎瞧着你如今这脸色不太好啊，还是该多在家中好好休养。”沈朝辞一贯不怎么会说话，他气得将眼睛瞪圆了，委屈巴巴地看着我。宋青叶见之，朝我行礼辞行：“三郎如今有要事要进宫一趟，就不同六公主在此继续叨扰。改日，三郎定会亲自登门，同六公主好好叙叙。”待宋青叶一走，沈朝辞立马粘了上来：“嘉柔，你如今就放任你的驸马被旁人欺负吗？”嘉柔，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瞥了他一眼：“错哪了？”他垂着脑袋，说着：“不该欺骗你，不该瞒着你，不该拿苦肉计诓骗你。”沈朝辞哄了我一路，最终跟我一同回了府邸。刚一进屋，沈朝辞便猛地跪在我面前，他环着我的腰身，将脑袋靠在我腿间：“嘉柔，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勾了勾唇，摸着他的脑袋：“错哪儿了？哪儿都错了。只要你能原谅我，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我朝他伸了伸手，他眼神稍疑惑，然后歪着个脑袋，将头放在我的手上。那双桃花眼含情脉脉地看着我：“求公主疼我。”他的声音温柔中暗含颤音，眉眼低顺，眼神蛊惑。我心中如小鹿乱撞，面上维持着冷静，反问着：“你想本公主如何疼你？”沈朝辞扶着我的腰身，从地上站起来，他双手比划着，自是要这样疼那样疼，翻来覆去，再三疼爱。他趁我不备，蜻蜓点水般在我唇角落下一吻，眉眼温柔克制，又暗自窃喜。一吻毕，他俯身靠近我，眼神直勾勾看着我：“嘉柔，你该这样疼我。”我摇了摇头，嘴角上扬，拿手指勾起他的下巴：“不对，我该这样疼你。”顺势吻上他那饱满的上唇，小心翼翼摸索着。不一会儿，他便反客为主，加深了这个吻。两人腻歪半刻后，沈朝辞有要事，便先行走了。深夜，沈朝辞悄悄潜入我房中，他蹲在我床边，贴近我耳边小声说着：“嘉柔，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有做？”黑暗中，我选择闭上眼睛装睡，不理他。他大着胆子爬上床，先是试探性吻着我的眼睛，很快耳边便传来他急促的呼吸声。越来越多的吻落在我身上，他暗含笑意，拿手挠着我的腰间：“嘉柔，我知道你没睡。”腰间传来的痒意越发明显，我忍不住大笑出声。一睁眼，便见沈朝慈眉眼含春，他羞涩地戳了戳手指：“我们可以这样那样翻来覆去吗？”我笑着骂他笨，手指一勾，将他拉了下来。红背翻腾，注定是个不眠之夜。情事结束，沈朝慈明显愉悦极了，他将我搂在他怀中，两人相拥而逝。黑暗中，他的眼睛熠熠生辉，他心满意足般说着：“嘉柔，我终于是你的了。”
既要了我，日后可不能负我，不然我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向你讨个公道。我笑着打趣他，沈朝辞，这不该是我的台词吗？如今被你说了，我该说些什么？他勾起嘴角，将我抱紧，言之凿凿，说你爱我，说宋三郎比不上我半分好。我戳了戳他的腰间，往他耳边吹了吹气，沈朝辞，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酸味？他大大方方承认，我不管。既然你同我成了婚，那理应心中只能有我一个男人。我起了逗他的心思，摇了摇头，那恐怕不行。他捏着我的手，四处移动，对我暗自使用美男计，加柔，疼疼我。我一时没把持住，又沉沦其中。折腾一夜，我昏睡许久，在睁眼时，沈朝辞早已出门处理要事去了。碧桃进来伺候我洗漱时，提了一嘴：公主，丞相府的三公子在前厅等您。奴婢瞧着，他手中貌似还拿着圣旨。奴婢本想唤你起身，但宋公子说不急。如今宋公子在前厅也等了许久，不知公主是否要现在见他？我点了点头，换好衣物前往前厅，心中却是疑惑不已，不知宋青叶寻我所为何事。同宋青叶寒暄片刻后，我点名疑惑，不知三郎寻我何事？宋青叶敛了敛眉，他询问我，不知六公主可知圣上极其关心您的婚事？父皇最近确实比较关心我和沈昭慈的关系。我点了点头，又不解反问，这与三郎今日寻我有何关系？宋青叶将手中圣旨递给我，我接过一看，大脑一片空白。父皇竟让我将宋青叶收入府中，共度余生。怕宋青叶误解，我连忙解释，宋三郎莫慌，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我可没有让父皇逼你从了我。宋青叶闻言一笑，他道，若能与公主共度余生，实乃三郎幸事。实不相瞒，陛下先前一直想要赐婚的是我与公主，只是被沈将军抢先了。如今陛下的意思是让我与公主共处一段时日，相互了解，若是合得来，不妨。父皇的操作让我目瞪口呆，正想着如何处理当前要事时，沈朝辞恰好回来了。见此情形，沈朝辞脸色如炭一般离黑，他当着宋青叶的面衣把将我揽入怀中。嘉柔，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今日你若留他在府上，我明日便投了那江河，做个孤魂野鬼，专挑半夜上门找你索命。我两手一摊，无奈地朝宋青叶摇了摇头。三郎也瞧见了，我这驸马心气高，容不得旁人。父皇也是关心则乱，今日这事，改日我定会入宫向父皇说明一二。宋青叶语气略显遗憾，眸光中闪过失落。既如此，三郎便不打扰公主了。为了避免父皇再给我乱点鸳鸯谱，我拉着沈朝辞一同进宫面圣。临走时，父皇悄悄问我，真的不要宋青叶？我瞧着他挺好的，比你那冷脸驸马好多了。我扯了扯嘴角，父皇，儿臣与沈朝辞挺好的，您还是莫操心我了。经此一事，沈朝辞心中警铃大响，他每到休沐时刻，便哄着我陪他出门，说是要我当着世人的面给他名分，还要借此让宋青叶死心。他向众人宣告着他对我的爱意，又将我哄得心花怒放。京中人人皆知，昔日的沈将军如今是一位爱妻的好驸马，父皇难得对他有了好脸色。而我也在后来相处中知晓了沈朝辞的许多秘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自幼心仪之人便是我。他的书房里藏满了我的画像，以及我送他的所有生辰礼物都被他小心翼翼，如同珍宝般收藏了起来。我将他抵在角落，逼问他当时为何想着逼父皇赐婚。沈朝辞摸了摸我的脑袋，宠溺地望着我，自是为了你。我觉得不够，再次反问，我是谁？他将手放在我的腰间，暗自摸索着，凑近我耳边，李嘉柔，我的夫人。他轻咬着我的耳朵，那我是你的谁？见我不说话，他开始四处点火，我只好笑着应他，夫君，夫君。到了后面，声音逐渐颤抖，两人都开始有些上头。事后，我问沈朝辞，幼时你为何嫌我聒噪烦人？沈朝辞眉头一皱，满头雾水，我何时说过这话了？我补充道，幼时父皇带我出宫游玩，就是让我们自行狩猎那次。
朝中大臣和家眷许多人都来了，四皇姐也在。沈朝辞想了许久，恍然大悟。那时宋清叶问我，觉得你如何？我说的是，好动如兔子，说话如鸟叫。我一拳捶向他胸口，这不就是嫌我聒噪烦人吗？沈朝辞满脸委屈，明明是觉得你活泼可爱，心思细腻，说的话跟鸟叫声一样好听。我挠了挠头，那你说四皇姐温柔可人，不是暗示你喜欢四皇姐吗？沈朝辞嘴角一抽，那是我发现宋清叶对你图谋不轨，我试图让他将目光放在四公主身上。沈朝辞认命般摇了摇头，说吧，你对我还有多少误解？你有多喜欢我？沈朝辞故作神秘，日后你便知晓了。沈朝辞将我带去了西北，在西北的雪山上，望着满天闪耀的星星，沈朝辞拥我入怀，心满意足。每次半脚踏入阎王殿时，我都在想着，我不能死，我还没娶到你，我还没能成为你的人。你不知道我在西北时有多想着你。那时我整日惶恐，我怕我哪一天突然就埋尸于战场，无法向你诉说我对你的情谊，更怕我没能活着回去见你。在西北的5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好想好想听你喊我名字，好想好想能在下一秒就看见你。我抚摸他的脸，轻柔地在他脸颊上落下一个温柔的吻。沈朝辞，我在这。沈朝辞如释重负般笑着，幸好我如愿了。沈朝辞指着渐渐升起的太阳，他满脸虔诚。民间常说，若是能与心仪之人一同站在雪山上看一次日出，日后定能白头偕老。我歪着个脑袋，我怎么没听过这个说法？沈朝辞，现在你就听过了。在雪山的山脚下，有个如同世外桃源的小村庄，这里的人曾受过沈朝辞的关照，因此都识得沈朝辞。当地民风淳朴，村民们见到沈朝辞都十分热情，邀请着我们上门吃饭。沈朝辞逢人便说，这位便是我那京中的夫人。面对村民的四处打量，我羞红了脸。沈将军，这位便是你九死一生时梦中囔囔着要娶的那位公主。从村民口中，我方才得知，沈朝辞险些死在回京娶我的最后一战。村民们心有余悸地说着，那日那淬了毒药的长剑从后背射穿沈将军的前胸，若非沈将军命大，恐怕……眼眶瞬间湿润，我扯了扯沈朝辞的衣袖，为何不曾听你提及？沈朝辞将我搂进怀中，不想让你担心。夜晚时，我细细抚摸着沈朝辞的那道疤痕，他攥紧我的手，翻身将我压在下面。他的桃花眼勾魂摄魄，眼底闪过一丝欢愉。我的手下是他那剧烈跳动着的心脏。沈朝辞压低着声音，蛊惑人心，嘉柔，多疼疼我。嘉柔，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你，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们还要在一起，好吗？嘉柔，你喜欢我吗？我没有接话，而是吻住了他，以此代表我的回应。沈朝辞，我喜欢，很喜欢，特别喜欢你。如果有下辈子，心跳一定会比我先认出你。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